小伙遛狗时，竟发现可怕的一幕。只见一只玉手裸露在外，他赶紧跑过去，将小伊挖了出来，又拿来100度的冰水喂给女孩。但此时的小伊已经凉得不能再凉了。本着不死不救的原则，小伙将她带回了自己的住处。到了晚上，小伙精心地为小伊擦拭身体，嘴里还嘟囔着古老的咒语，又拿来祖传秘方涂抹在小伊的四肢。一切准备就绪后，便开始了某种神秘的还魂仪式。你恨自己还没完梗，就也躺在那病床侧，一对稀饭只吃2口，不就将要地府爷？8零后、9零后，吃过家就地沟油，买房中看还是二手，天天都要嘛搞维修，家在上海找坏房呢，所以找到嘛太憨厚，找个女人嘛长得丑，还好一个东莞嘛火光走，8零后、10零后，都是社会他没回头。随着仪式结束后，小伊突然疯狂抽搐，身体弯曲腾空而起，接着又在空中猛然站起，眼睛也变成诡异的黑色。小伙顿感不妙，他意识到事情变得麻烦了，因为多年前惨死的一个印第安酋长的灵魂也一并侵入了小伊体内。小伙吓坏了，赶紧上前驱赶，不曾想却被一个大逼斗劝退。孤单无助的小伊如同行尸走肉一般走在街上，此时的他还不知道自己其实已经死了。就在这时，旁边的电话亭引起了他的注意，他赶紧拿起电话打给了深爱的男友小黑。先天失聪并患有语言障碍的小伊竟不自觉地开口说话了。另一边苦苦等待女友消息的小黑激动坏了，赶紧询问发生了什么事，并问他所在的位置。小伊听到男友的声音，再也忍不住了。失去灵魂的他忘记了很多事，只是嘴里不停地重复着一句话。就在这时，一辆警车出现在小伊面前，他高兴极了，本以为抓住了救命稻草，刚准备上前求救，却被眼前这个男人的面孔惊呆原地，因为那人正是侵害自己那群禽兽之一。见他走进了一家酒馆，小伊的面部开始变得扭曲，复仇之路正式开始。酒馆里的2只禽兽正在说笑，殊不知小伊已经化身死神，悄悄来到了身后。老板见状，果断拿来喷子，但却被小伊一板凳劝退。另一个小伙还想上前帮忙，结果被直接掰断球杆，狠狠地扎进眼睛里，紧接着被一脚放倒。另一边的男友小黑终于查到小伊打电话的位置，他赶紧开车火速而来，但电话亭早已经空无一人，警察也很快就封锁了酒馆。小黑赶紧来到警官面前，称自己失踪几天的女友小伊刚刚在这附近给自己打过电话。就在这时，死去男人的几个狐朋狗友也到达现场。就当几人准备回去等待警方线索时，小黑赶紧拿出女友的画像，询问对方有没有见到自己的女友。可他不知道的是，正是眼前的几人将他深爱的女友残忍杀害。She called me from that payphone less than an hour ago. What'd you say? She's probably still in the area. She called you? Yeah. Any reason why she shouldn't have? 几只禽兽听后顿时慌了。次日一早，几人一起来到埋葬小伊的地方，但尸体却早已不见踪匿。Stuck my blade in her to the hill. You know fucking where she got up and walked away. What if she's alive? She went back into town and fucking killed Jed. 几人认为事情并不简单，随即便回家带上武器，准备寻找小伊。但令他们没想到的是，此时的小伊已经不再是之前那个弱小的女孩，而他们也已经互换角色，小伊成了狩猎者。她如同幽灵般出现在其中一人身后，一箭射中禽兽小腿，又优雅地张开大长腿，送男人去见了太奶。到了晚上，小伊感觉到自己的身体似乎出现了异样，她解开纱布一看，里面竟然爬满了蠕动的小可爱。不知所措的她再次来到小伙这里，小伙告诉小伊，在复活她的那天，一个多年前惨死的老酋长的灵魂也一并侵入了小伊体内，而老酋长的灵魂需要一直复仇，直至杀害他的家族彻底绝后才能安息。接着又嘱咐小伊，想要做什么就赶紧去做，不要留下什么遗憾，因为这副躯体很快就会腐烂。第二天，小伊来到了小黑居住的旅店，她不想让男友看到自己如今的这副面孔，于是便在镜子上写上让男友忘记自己。小黑看到后赶忙出门寻找，可刚打开门就冲进来3只禽兽。原来他们看到同伴被杀后，便决定绑走小黑来威胁小伊。可就在他们准备离开之时，几人瞬间吓尿，禽兽果断开车逃跑。小伊开弓搭箭，可惜没有命中。看到男友被带走，她抄小路拼命追赶，在一个拐弯处纵身一跃跳上汽车。在老酋长灵魂的加持下，小伊变得无比强悍，但还是被长矛连捅数刀。但这对此时的小伊来说根本不痛不痒。小伊瞅准时机，直接将他的脑袋撞在汽车玻璃上，接着便缓缓捡起钢刀，准备解决长矛。可就在这时，禽兽果断抱死车轮，
小伊被强力的惯性甩飞出去，重重的摔倒在车前。禽兽见状，一脚油门从他身上碾过。就在他们庆幸杀死女孩时，